你以为摆的来回晃动只是重力作用下的简单运动，但如果你盯着一个特殊的摆足够久，你会看到一件极其反直觉的事情，它的摆动方向在慢慢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不是因为摆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你脚下的地面正在旋转。如果你忽略这一点，你会彻底误判这个现象的本质，因为你默认地面是静止的，而这个假设本身就是错的。这就是复刻摆，一个用最简单机械结构直接揭露地球自转的实验装置。更关键的是，它不依赖望远镜，不依赖卫星，也不需要复杂计算，它只用一个摆就能让你看到地球在动。我们先把结构讲清楚。复刻摆本质上是一个超长的单摆，由一根细长钢丝悬挂一个质量很大的摆锤，长度通常在10米到60米之间，摆锤质量可以达到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为什么要做得这么极端？因为长度越长，摆动越稳定，周期越长，越不容易受到空气阻力和支点摩擦的干扰。在理想情况下，一个单摆的周期只取决于长度和重力加速度，这意味着只要条件稳定，摆的运动是高度可预测的。而更关键的一点是，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摆动应该始终保持在一个固定平面内。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所有的现象都建立在这个摆动平面不变的前提之上。现在我们引入一个被你忽略的事实，你所在的地面并不是静止的，地球在自转。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这样，摆动一开始，它在空间中定义了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在惯性空间中是稳定的，就像一条看不见的轨道。但与此同时，地球在这个平面下方缓慢旋转，于是发生了一件事情，摆动平面没变，但地面在动。从地面观察，你就会看到摆动方向在旋转，这就是复刻摆的核心现象。注意，这里一定要分清楚两个视角，从地面看，摆在转；从宇宙看，地球在转。这不是语言游戏，而是物理本质。为了更精确地描述这种偏转，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在旋转参考系中才会出现的效应——科里奥利效应。这个力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相互作用力，而是因为你站在一个旋转的参考系中而引入的惯性力。它的作用是让运动物体的轨迹发生偏转。在复刻摆中，这个效应不会改变摆的能量大小，但会逐渐改变摆动方向。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定量关系。复刻摆的摆动平面旋转速度与地球自转角速度以及你所在的纬度有关。这里的斐指的是纬度。这个公式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结论。如果你在北极，摆动平面会在24小时内转一整圈；如果你在赤道，摆动平面根本不会旋转；如果你在中纬度地区，它会以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速度旋转。也就是说，这个摆不仅能证明地球在转，还能测出你在哪儿。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实验，而是一个空间定位系统。这里插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1851年，复刻在巴黎万神殿安装了一个长达67米的巨大摆，摆锤重达28公斤。他没有用复杂语言解释，而是让公众亲眼看着摆动方向一点一点偏移。在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接受地球自转这个理论，但那仍然是抽象的。而复刻摆第一次把这个抽象概念变成了可以观看的现象，这是科学传播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瞬间。用一个简单系统让一个宏大事实变得不可否认。但如果你再往深一层看，会发现这个实验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是证明地球在转，而是它揭示了一个更底层的规律：参考系的重要性。在经典力学中，我们习惯用地面作为参考系，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稳定的。但复刻摆强行打破了这个习惯，它告诉你，你选的参考系并不一定是静止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旋转参考系中，我们必须引入像科里奥利力这样的伟力。再往深一点，你会发现复刻摆其实是角动量守恒的一种体现。摆在空间中的运动倾向于保持原有方向，因为没有外力矩去改变它。这种方向保持在惯性空间中是稳定的，而地球的旋转并没有直接改变这个方向，只是改变了你观察的角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摆忠于惯性空间，而不是忠于地面。为了让你更直观理解，我们换一个类比，想象你在一个旋转的转盘上往前扔一颗球，从你的角度看，球的轨迹是弯曲的，但从外部静止观察者看，球其实是沿直线运动。复刻摆本质上就是一个被放大到极限的这种现象。再给你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很多大型博物馆中的复刻摆地面会铺设一圈小金属柱，摆每次经过都会轻轻撞倒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柱子会形成一个旋转的轨迹，就像时间被画在地面上。你看到的不是摆，而是地球的运动轨迹被慢慢记录下来。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工程问题：如何让摆长时间稳定运动？因为现实中存在空气阻力和摩擦，摆动会逐渐衰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代复刻摆通常会加入一个电磁驱动系统，在摆经过最低点时轻微补充能量。这个补充必须极其精确，否则会干扰摆动平面。
这意味着这个看似简单的实验，实际上对工程精度要求极高。再往更深层看，复刻摆其实在连接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日常经验中的静止地面，一个是物理学中的惯性参考系。它用一个机械系统让你意识到这两者并不相同，最后给你一个真正的认知反转。你一直以为运动是物体相对于地面的变化，但复刻摆告诉你，很多时候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你所依赖的坐标系。地面在动，但你感觉不到，于是你把所有变化都归因于物体。这背后揭示的是一个更深的规律：我们对世界的直觉是建立在一个默认参考系上的，而这个参考系本身可能是错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连地面是静止的这个最基本的直觉都可以被推翻，那在更复杂的系统中，比如气候、海洋流动，甚至人类行为，我们所认为的稳定背景，会不会也只是一个正在变化却被忽略的参考系？